当我开始诚实面对自己，世界也停止对我说谎。这句话真正开始有了重量。是在某一天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原来世界从来没有欺骗我，是我自己一直活在假装里，活在我以为应该成为的样子，活在我害怕失去的关系里，活在我不敢承认的渴望里，活在我自己营造的安全幻觉里。我一直以为世界对我不公平，命运对我不友善，人们对我不真诚。但当我愿意静下来看见，我才慢慢明白，外界的混乱其实只是我内在的延伸。我对自己不诚实，世界就只能用混浊的方式回应我；我对自己隐瞒，世界就只能给我模糊的路；我害怕承认真正的愿望，世界就只能给我模棱两可的选择；我压抑自己的情绪，世界就只能以一种让我困惑的方式，让情绪在外面成型。诚实不是一句话，是一种信念，是一种允许，是一种对自己的负责。我曾经不敢诚实，因为诚实会让我看见自己的渴望，而渴望会让我看见自己害怕失去的东西。我以为逃避能保护我，结果只是把自己推得更远，推离自己，也推离所有真正能靠近我的东西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终于累了，累到不想再假装坚强，累到不想再扮演成熟，累到不想继续用微笑掩盖痛。我坐下来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心里第一次这么坦白地对我说：你可以停下来了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没有对自己说谎。我承认，我其实很想被理解。我承认，我其实害怕孤单。我承认，我其实渴望更好的生活。我承认，我其实不再喜欢某些关系。我承认，我其实累积了很多疲惫。我承认，我其实值得更多。我承认，我并不是我一直假装的那样坚不可摧。诚实让我第一次真正回到自己的身体里，回到自己的心里，回到自己的呼吸里。而就在我开始诚实面对自己的那一天，世界真的变得不一样了。那些我以为没有出口的事情开始松动，那些我以为没有意义的努力开始出现方向，那些我以为不会改变的关系悄悄地重新排列，那些我以为抓不住的愿望开始靠近。不是奇迹，是对齐。因为世界无法回应你假装的样子，它只能回应你真实的频率。当我诚实，生活才知道该把我带到哪里。当我诚实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变得透明。当我诚实，选择也变得明晰。当我诚实，我才真正开始活在自己的道路上。诚实不是残酷，诚实是善待，是疗愈，是成长，是开始。我越诚实，越能看见自己在害怕什么，越能看见自己在哪里委屈，越能看见自己真正想成为谁，越能看见那些我一直假装不需要的爱。而世界也开始以最真实的方式回应我。它不再以混乱提醒我，不再以困境推我醒来，
不再以反复的失望告诉我，这不是你的路。他开始用明确的讯号，用温柔的巧合，用清晰的方向，用更轻盈的流动，带我往前。因为当我停止对自己说谎，世界就不需要再用痛教我真相。后来我才懂，诚实面对自己，不是让世界变得容易，而是让世界变得真实，是让我终于走在一条与心一致的道路上。当我开始诚实面对自己，世界也停止对我说谎，因为只有真实的我，才能吸引真实的命运。当我不再害怕看见真相，我才开始真正理解自己。这句话第一次让我心里一震，是在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以为自己不知道答案，其实是我一直不敢面对答案。我以为自己迷失，其实是我一直在逃避那些早就浮现的感觉。我以为自己不理解自己，其实是我害怕理解之后，生活会因此被迫改变。原来真相不是我看不见，是我不敢看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总是习惯用还好啦，没事啦，我再想想，把心里所有不舒服的真相压下去。我怕一旦承认，我就得为它负责，的做出选择，的离开不适合的地方，的结束消耗自己的关系，得承认某些梦已经不再属于我，的放下某些以为能陪我走很久的东西，得承认自己没有那么坚强，也没有那么确定。所以我宁愿看不到，宁愿相信模糊是安全的，宁愿在不知道里漂浮，也不愿意看见那个其实早已存在的真相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再也没有力气逃，那是一种连呼吸都觉得累的疲倦。我突然明白，逃避真相比面对真相更耗费生命。于是我坐下来，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假装，只是在心里问自己一句非常直接的话：你真正的感受是什么？那一刻，所有我压着不敢承认的东西，像潮水一样涌上来。我发现，我其实很早就知道，某段关系已经走到尽头，只是我不敢承认自己会难过。我其实很早就知道，某份工作已经不再让我成长，只是我害怕失去稳定。我其实很早就知道，某些人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珍惜我，只是我害怕承认会让心更痛。我其实很早就知道，我并不是自己假装的那么坚强，只是我不愿让任何人，包括我自己，看见我的脆弱。真相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残忍，残忍的是我对自己的隐瞒。当我第一次愿意承认，是的，我就是这样感受，一种莫名的轻盈，竟然慢慢浮上来。原来真相不是来打倒我的，真相是来释放我的。它让我终于不用再撑，不用再假装，不用再把自己困在一个不属于我的故事里。当我不再害怕看见真相，我才真正看见自己。我看见自己其实比想象的更渴望自由。我看见自己其实喜欢的不是那条安全的路。我看见自己其实渴望某种我一直压住的梦。我看见自己其实值得更好的爱。我看见自己其实早就准备好改变，只是我不敢承认，因为承认意味着我要开始走新的路。
但越是愿意看见真相，生活越愿意重新排列，命运越愿意给我新的方向，宇宙越愿意把那些真正属于我的东西慢慢推到我面前。因为世界永远不会为假装的我运作，它只会为真实的我展开。当我愿意看见真相，我开始理解自己的每一次焦虑，其实都是灵魂在敲门，告诉我什么地方不对。当我愿意看见真相，我开始理解自己的每一次抗拒，其实都是力量正在累积，等我准备好前进。当我愿意看见真相，我开始理解自己的每一次心痛，其实都是人生在提醒我，这样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合你了。理解自己，从来不是从正向开始，而是从诚实开始。诚实让我看见恐惧，恐惧让我看见渴望，渴望让我看见方向，方向让我看见前路。我越能直面真相，越能真正了解我在逃什么，我在要什么，我在抓什么，我在放不下什么，我在期待什么，我在害怕什么，我在寻找什么。而理解让我第一次真的能选择自己的人生。后来我才明白，真相从来不是敌人，真相是光，是入口，是下一阶段的起点，是真实自我的方向标。当我不再害怕看见真相，我才开始真正理解自己，也才开始真正活成自己。那一刻，世界不再模糊，未来不再混乱，命运不再沉默，因为我终于愿意对自己说真话，而世界也终于能用真实回应我。当我直面内心的混乱，生命的答案也浮现了。这句话真正开始让我静下来，是在我一次又一次想抓住方向，想做出决定，却越抓越乱，越想越慌的那段日子里，我才发现，真正让我无法前进的，不是没有答案，而是我害怕面对自己的混乱。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讨厌自己的混乱，我以为混乱是不成熟，是不够聪明，是不够坚定，是不够稳定，所以我努力把混乱压下去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早已准备好，努力假装自己知道要往哪里走，努力装得好像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但事实是，我越想整理，心越乱；我越想冷静，心越慌；我越想看得清楚，眼前越是一片雾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累到不想再伪装坚强，也不想再假装自己应该知道答案。我干脆任由那阵混乱席卷我，没有逃，没有压，没有急着修复，只是静静地待在它里面。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，混乱不是问题，混乱是讯号，是一种新政试图把真相推出来的方式。于是我开始问自己，这份混乱到底在提醒我什么？越往内走，我越看清，混乱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而是因为我还不敢承认我真正想要什么。混乱的下面，其实藏着渴望，藏着害怕，藏着不愿意放手的过去，藏着还没有准备好的未来，藏着一个正在改变的我。
当我越能直视自己的混乱，答案就越不再躲。我看到，我之所以犹豫，是因为我不想再委屈自己；我之所以拖延，是因为那条路其实不适合我；我之所以焦虑，是因为我已经准备好改变；我之所以害怕，是因为我真的很在乎这次选择；我之所以困住，是因为我正在从旧版本的自己脱壳而出。理解这些后，混乱就不再是敌人，它变成我最诚实的老师。当我不再用力排斥它，它反而柔和下来，像雾散开，像结慢慢松，像水找到出口。答案不是我努力追来的，而是在我愿意停下来，让一切混乱自己 settle 下来之后，自然浮现。答案不是语言，是一种感觉，是一种胸口变得轻一点的确定，是一种身体知道，对，就是这里的安稳，是一种好像终于和自己对齐的深呼吸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混乱不是阻碍你前进，混乱是你正在前进，混乱代表你正在拆掉旧的框架，混乱代表你正在靠近真实的渴望，混乱代表你正在成为新的自己，混乱代表你的灵魂正在重新排列。当我有勇气直面内心的混乱，生命的答案真的会浮现。它从来不在外面，它一开始就藏在混乱的中心，等着我愿意走进去。当我承认脆弱，内在力量反而清晰亮起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发光，是在我终于意识到，我努力隐藏的那些脆弱，其实比我假装的坚强，更接近真正的我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脆弱是一种错，是一种会让人看清我的东西，所以我把它藏好，藏在疲惫的背后，藏在微笑里，藏在我没事的语气里，藏到连我自己都快忘了它的形状。但越是这样，我越觉得自己像一棵外表坚硬，内里却慢慢干枯的树。外面什么都看不出，心里却越来越没有力量。直到某一天，我累得什么都撑不住，那些被我压下去的脆弱，一下子全部浮上来。我没有再逃，只是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对自己说：好，我看见你了。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原来脆弱不是要打倒我，它是要告诉我，我在哪里比自己以为的更需要被理解，在哪里比自己承认的更需要被照顾，在哪里比我假装的更想要被爱。当我不再把脆弱视为敌人，而是把它看成讯号，我才第一次真正听懂自己的心。我发现，脆弱里藏着真相，藏着我还在努力成长的部分，藏着我不敢奋力前进的原因，藏着我需要重新靠近自己的地方。当我愿意承认脆弱，力量不是消失，而是开始被唤醒。它不是那种咬牙硬撑的力量，不是那种逼自己往前冲的力量，而是一种安静的，从深处浮起的力量，让我在混乱里仍能站稳，让我在害怕里仍能前进，让我在哭泣时仍然知道自己值得被爱。脆弱让我回到真实，真实让力量有了落地的位置。我越承认脆弱，
越能放下那些不必要的防卫，越能停止与自己对抗，越能卸下别人眼中应该是谁的重担，越能让能量回到真正重要的地方。而就在这个回到自己的过程里，我感觉到一种久违的亮，不是外表的亮，不是成就的亮，不是被肯定的亮，是心里那种我终于和自己站在一起的亮。那道亮让我愿意更温柔，也让我更坚定，因为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把脆弱藏起来，而是能在脆弱里仍然愿意向前走。后来我才懂，脆弱不是弱点，脆弱是入口，是引我回到内在力量的门。当我承认脆弱，内在力量反而清晰亮起，因为我不再需要假装，我不再与自己为敌，我不再用防卫包裹心，我开始让光能够照进来，而那道光就是力量本身。当我承认自己还不完美，我也才开始变得完整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生根，是在某一天我突然明白，我长久以来追求的不是成长，而是无懈可击。我以为完美能保护我，保护我不被批评，保护我不被拒绝，保护我在人群里站得稳，保护我不再感觉自己不够好。所以我努力把每个缺点藏起来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成熟、聪明、坚强，努力扮演人人喜欢的样子，努力把所有瑕疵都当成不能被看见的秘密。然而越是追求完美，我越觉得自己破碎，越觉得自己像在追一个永远追不到的影子，越觉得自己越努力，心却越空，越害怕被看见真实的样子。直到某一天，我真的累到无法再假装，我坐下来，放下所有应该，放下所有要做到，放下所有怕被看见，然后轻轻地承认了一句：我还不完美。那一刻，我以为会感到羞愧，却意外感到了释放，仿佛我花了多年打造的盔甲，终于被我亲手卸下。而我第一次能自在地呼吸。当我承认自己还不完美，我才看见，那些我一直想藏起来的部分，其实都是我最真实的证据。那些犹豫，让我更谦逊；那些错误，让我更清醒；那些失败，让我更踏实；那些脆弱，让我更柔软；那些不稳定，让我更理解别人的不稳定；那些不敢的瞬间，让我更想靠近真正的勇敢。原来完整不是把所有缺陷修掉，而是把自己的所有部分都带回心里，不排除，不否认，不嫌弃。完整不是完美，完整是接纳，是允许自己还在学习，允许自己有时会乱，允许自己还在疗愈，允许自己还不确定，允许自己需要时间，允许自己正在成为。当我越能承认自己的不完美，我越能停下害怕，越能把期待放得更柔软，越能把自己放回生命里真正的位置。而就在这份接纳里，我感觉到一种新的力量慢慢升起。不是我变得更强，而是我变得更整合。
不是我拿掉了弱点，而是我愿意拥抱弱点。不是我从此不犯错，而是我不再因错误而自我否定。原来完整的我，不是那个完美无缺的形象，而是那个能坦然面对真实自己的我。后来我才懂，真正的成熟，不是成为没有缺口的人，而是成为能带着缺口依然往前走的人。当我承认自己还不完美，我才真正开始变得完整。因为那一刻，我终于允许自己用真实的样子活下去。你越能看见自己的盲点，越能遇见更清晰的道路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扎根，是在我发现自己不是没有方向，而是太习惯用同一种方式看世界，看自己，看命运，以至于那些本来就在我面前的出口，被我亲手遮住。所谓盲点，不是黑暗，而是我以为已经看清了，其实还没看见的地方。曾经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自己已经理解自己的性格，理解自己的选择，理解自己的模式，理解自己的情绪。我甚至以为我已经摸透自己的人生需求，但我越是这么想，越发现自己卡在一样的困境，做出一样的错误，陷入一样的循环，在相似的情绪里打转，在同一个问题上反复撞墙。那时我还以为这是命运的考验，直到某一天，我突然停下来，问了自己一句：是不是有什么是我没有看见？这个问题让我心里整个沉了一下，因为我知道答案是有的，只是我一直不敢承认。我没有看见自己其实比想象中更需要被理解，我没有看见自己在关系里一直在讨好，我没有看见自己害怕做自己会被拒绝，我没有看见自己明明累得不行却还在逞强，我没有看见自己嘴上说不在乎，心里却期待得很深，我没有看见自己那些习惯性的退缩，其实是在保护内心还没疗愈的伤。盲点最特别的地方就是，他们不会喊叫，不会让人恐慌，他们只是默默存在，却能默默带你走向你不想再经历的地方。然而，当我愿意开始看见自己的盲点，事情真的开始变了。不是外在改变，是内在开始亮一盏灯。我看见，原来我不是不行，只是方向错了。我看见，原来我不是不被爱，只是我没有把自己放在爱里。我看见，原来我不是迷路，只是我照亮了错的地方。我看见，原来不是世界不给我机会，而是我一直站在同样的频率里，没有移动。当盲点被看见，清晰就浮现，道路不再需要被寻找，它会自己显露出来。因为真正的路，永远在你内在的觉醒之后才会出现。我越看见自己的盲点，越能理解自己为什么困住，为什么焦虑，为什么停滞，为什么向前一步都这么难。我越看见，越知道要放哪一块，收哪一块，改哪一块，掉哪一块，而生活也开始以新的方式被整理。
像一条慢慢变平的路，像雾慢慢散开，像光开始照到以前照不到的角落，我才真正明白，盲点不是羞耻，盲点是提醒，提醒我有地方正等待被理解，提醒我有部分的自己还没有被带进光里。当我愿意改变看世界的方式，世界就真的换了表情。你越能看见自己的盲点，越能遇见更清晰的道路，因为你终于不是用恐惧在决定人生，而是用觉醒，用理解，用真正的自己。那时，路不是被找到，而是被看见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